Jet SL 呢，它的馬桶本來就是最大的32公升呢，然後呢，它在加權之後呢，又加了12分到達24分呢，所以 Jet SL 在馬桶加權上面呢，得到了49分北漂族就是說呢，我有時候呢居無定所有時候我交了女朋友，我就去睡女朋友家分手之後呢，我就跑去睡室友家然後呢，畢業之後呢，我就回去睡老家所以說呢，睡來睡去呢，都去睡不同的地方。各位同學，在1個禮拜之後就要學測了。學測之後，你要趕快準備什麼嗎？準備7月的分科測驗嗎？當然不是，是要準備考駕照了，迎接你人生的第一台摩托車。而人生的第一台摩托車該怎麼選擇呢？我們是要選擇那一個車廠，它同一台車出125、出135、出150、出165、出175、出185、出200這樣子的車廠呢？還是選擇某一家車廠同一顆引擎出了4種車型，甚至於還要衍生更多車型的那個車廠呢？答案呼之欲出當然就是選擇能夠讓我們減少選擇焦慮的車廠所以今天呢，迪賽哥就策劃了這個158大亂鬥讓你呢簡單的呢從 158cc 的這個引擎之中呢來找出呢最適合你的車型然後呢，迪賽哥用5大面向從售價、動力、外形，還有馬桶就是置物箱的大小呢，讓你呢用數據化的分析科學化的數據來了解說最適合你的車型是哪一種然而呢，這個評分的標準就是每一項呢最高分都是12分所以呢總共呢總分最高分就是48分我們以 Jet SL 然後 MBCU 還有 DRGBT 還有 Fido 158這4台三陽目前的 158cc 的主力車種然後呢用分數的高低用外形、馬桶、動力、售價4大因素呢加總起來分數的高低決定呢社會地位的高低第一台登場的Jet SL 這台 SL 呢它呢是主力車種競爭白熱化的車種呢，所以它在售價上面呢會比較靈活所以呢售價我給它10分然後在動力上呢，因為 Jet SL 它的車重呢只有127公斤所以呢動力上呢以同樣的cc數來講的話，重量越輕當然呢理論上啦、科學上啦、物理化學上呢它會跑得比較快所以動力呢我給9分然而呢 Jet SL 呢因為出了蠻長的一段時間它那個造型呢大家已經變成不看不討厭還越看越討厭因為什麼沒有新意了，所以它外形呢就可能增下一半的分數所以給它6分呢。然而呢這個 SL 呢是這4台中呢置物箱最大的它的置物箱高達了32公升所以它的馬桶呢可以得到12分所以呢這個 SL 呢在今天的評分中呢得到了37分接下來呢下台登場呢就是 MBCU MBCU 呢它在價格上呢是最沒有彈性的因為呢買的人就是那一些而且呢最主要是呢它在市場上算是獨門勝利沒有人造型像这樣子這麼樣的帥氣，這麼的好看然後呢馬力又可以做到 158cc 所以說呢它在售價上呢是最沒有彈性的你只有看過它36期，沒有看過它什麼購物金什麼折扣都沒有所以說它售價上面又是鐵板一塊所以售價呢只得到5分然後在動力上呢，因為 MBCU 呢是 158cc 的引擎呢，所以呢它的重量呢高達了136公斤只比 DRG 少1公斤呢，所以在動力上呢只得到4分它的外形上呢，剛剛迪賽哥說過了它的外形上呢就是獨樹一格前無古人。後看它會不會再改款2026年看會不會改款還是拖到2027、2028不知道所以說它外形上呢就可以得到滿分的12分然後馬桶上呢它只有28公升所以說呢它馬桶上呢我們以22公升來講的話，沒有買菜車的標準就是22公升然後它只比買菜車呢多了6公升所以呢它的分數呢就只得到6分第3台登場呢
就是我們最近火熱的 DRGBT 現在已經出到 2.5 代了DRGBT 呢，因為它最近出了 2.5 代呢，所以呢它有一些優惠所以呢它的售價呢就比 NNBCU 多了一點點彈性所以它的售價呢就得到6分動力上呢，因為它要比 NNBCU 再重1公斤所以呢它的分數呢會比 NNBCU 呢更少所以呢它動力上呢只得到3分馬桶呢這麼大台的車，馬力這麼大 ，CC 數這麼大，它的馬桶呢居然跟那個 GP125那個小不拉幾的車一樣只有22公升呢，所以馬桶上面呢它得到0分1分都沒然後外形上呢，它有得過獎啦，然後在外形上呢就見仁見智啦就以我的審美觀念呢，我就給它10分所以呢 DRGBT 它就是得到了19分第4台登場呢就是那個 Fido 也出了158真的是帥的也要跑然後買菜車也要跑然後呢這個淑女車呢三陽希望它跑得快因為呢 Fido 呢這個就是切入了這個女性族群這個女性族群呢又沒有比較有動力的車型呢，所以呢它在售價上呢就想要再打出一片藍海殺出紅海打出藍海所以說呢售價上面呢三陽是蠻給力的所以售價上面呢它可以得到11分的高分然後呢 Fido 呢是這4台車裡面呢重量最輕的它只有124公斤呢，然而三陽為了省油又把它的馬力調降那不管馬力調降你的體重也可以調降你的報等來所以說呢動力上呢我就給這台重量最輕的車子呢動力呢給了10分為什麼不是給滿分12分呢？因為呢你這台車要會跑，什麼人最可怕不怕死的人最可怕什麼車會跑不怕死的車會跑所以呢我不能給你12分滿分我要給你10分2分呢就是在你自己的掌握到底是命比較重要還是速度比較重要另外呢這一台呢它的馬桶呢也是很可憐只有24公升所以呢比那個廉價買菜車呢只多了2公升所以它馬桶只得到2分外形上呢這個呢是屬於淑女車呢，所以呢淑女車的話它的發售的對象呢就不會是男性所以它的外形上呢只賣給一半的人不能男女通吃呢，所以它外形上就只能得到6分所以呢它總分就得到29分我們總結一下ZSL在這4大面向呢得到了37分NNBCU 呢得到27分DRGBT 呢得到19分Fido 呢得到29分所以呢 NNBCU 它的分數呢就是在中間然後呢跟 Fido 呢差不多，然後最高分的是ZSL 37分最低分就是 DRGBT 的19分呢這個分數呢是不是反映到現在販售的台數上呢？大家可以去參考看看呢。當然呢用這個下去評分呢有點見仁見智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青菜蘿蔔各有喜好有人喜歡這樣子，有人喜歡那樣子呢，所以說呢我們就針對呢一些特殊族群呢我們呢再來加以呢給他加權就像你考試一樣你在選學校有沒有？有些學校它會針對某些科目呢會加重它的權重錄取好學生來到好學校你喜歡吃素的你可以去讀那個佛教的學校你喜歡運動呢你可以去讀體育班你喜歡畫畫呢你可以讀才藝班你喜歡那個戰鬥呢你可以去那個野戰部隊去當阿兵哥去當軍官去練軍官學校所以說呢針對一些特殊的比如說呢我們針對北漂族北漂族為什麼要最重視什麼呢？北漂族就是說呢我有時候呢居無定所有時候我交了女朋友我就去睡女朋友家分手之後呢我就跑去睡室友家然後呢畢業之後呢我就回去睡老家所以說呢睡來睡去呢都去睡不同的地方有沒有？這個搬遷的載重就變成很重要了所以說呢馬桶的大小呢第三個認為呢對於北漂族來講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說呢如果你是北漂族有沒有？我們在馬桶的這個部分呢就會來加重它的權重加權100%所以說呢
在加權之後呢 ，ZSL 呢，它的馬桶本來就是最大的32公升呢，然後呢，它在加權之後呢，又加了12分到達24分呢，所以 ZSL 在馬桶加權上面呢，得到了49分哦。接下來呢 ，MBCU 呢，它在馬桶的加權上面呢，只加了6分哦，因為它馬桶本來就不大了但是也不會說太小了所以說呢，它在馬桶加權上又加了6分哦，所以 MBCU 呢，在馬桶的加權上面呢，它得到的分數呢，會是33分然後呢 ，DRGBT 呢，它的馬桶加權呢，它本來就是0分的然後它的馬桶只有22公升就跟買叉車那個一樣所以說呢，本來是0分，加權還是0分所以它的分數呢，在加權之後還是只有19分然後呢，這個 Fido 158呢，它的馬桶就只有24公升本來就只有2分再怎麼加權呢，也是加2分所以說呢，它還是分數只有略升一點點才到31分呢。總結一下呢，在北漂族的個人加權加重方面呢，得到的分數呢 ，ZSL 繼續飆高呢，達到了49分然後 MBCU 呢增加一點點來到33分然後 DRGBT 呢原地踏步越拉越遠還是一樣是9分然後 Fido 呢就是31分所以這個項目呢最高分呢就是 ZSL 好鑽好跑又好會載它可以得到49分然後呢 DRGBT 呢又大台又帥又貴然後它只有19分呢，所以說呢，如果是北漂族的話，你的選擇是不是跟這個項目一樣呢？可以參考看看當然啦，很多人買車呢不是在看價格也不是在看動力也不是在看置物箱因為呢那個人就是外貌協會睡得好外面好裡面就好化妝起來漂亮卸妝之後是他家的事電燈關掉躺下來大家都一樣他要的是外貌，他要的呢是觸感，他要的呢是能夠摸起來有生動有活力有靈魂能夠給他感覺快樂一天的東西所以說呢，在外貌協會來講了沒有，你的外形呢就佔了非常重要的權重所以說呢，我們這一次呢就講外形權重加權100%然後在外形加重之後呢，這4台車的分數是怎麼樣呢？第一台呢 ZSL 它本來外形就是不怎麼樣了所以說呢，它呢算是裡面呢最接近買菜車的造型所以說呢，它的外形的加分呢，從原來6分只有加12分呢，所以它外形權重加分之後呢，變成是43分MBCU 呢，本來就是最帥的158最帥的158呢，在加權之後呢，外形從12分飆升到了24分所以呢 MBCU 在這個系列呢分數已經飆到39分了DRGBT 呢它的分數呢從原來的10分變成20分呢，所以它在外形加權之後呢分數稍微扳回一城是有29分第4台的 Fido 呢，它的外形呢本來就是女性化偏重的車呢，所以呢它就只有一半的市場呢，所以呢它外形在加權之後呢有6分變成12分所以呢總分來到了35分我們統計一下在外貌協會之後呢，扣掉動力馬桶大小啦，還有售價方面呢，單看外形的話，這4台車的分數呢就蠻相近的ZSL 得到了43分然後 MBCU 39分DRG 呢稍微拉近了29分Fido 呢又有35分所以呢排名呢還是沒有很大的變動呢，但是呢單看外形的話沒有差異性就沒有那麼大了買車呢很多人最看重的就是說出了什麼我就買有了什麼我就要，但是呢最後決定的呢不是你的能力是鈔票的能力所以說呢賣的便宜呢才買得下手不然39800那個東西呢不會那麼樣的暢銷對不對？有錢能使鬼推磨沒人買1台你可以買3台，當然是買3台，買來2台放着讓它壞掉都可以所以說呢售價這個部分呢就是小資族呢最在意的一點便宜我才買得下手，賣的貴有沒有？我看都看得到，吃也吃不到，那個沒有用所以這個部分呢，在小資族加權的部分呢，我們售價的部分呢，就可以加重12分然後呢，接下來看第一台ZSL 呢，因為呢它算是
三陽呢目前呢在158系列賣的最好的車了，所以說呢賣得好，售價的彈性上就可以籌碼更多哈，促銷的方案就會更多哈，因為呢就是你有量才有價啊，有價才有花樣啊，所以說呢它在權重方面呢售價的部分呢就由10分呢變成20分呢，所以總分呢來到了47分哦。MBCU 呢它本來呢就是獨門獨市的造型獨門獨市的優雅所以呢它在售價上的彈性呢就由5分呢變成10分呢，所以總分呢來到32分另外呢 DRGBT 呢跟 MBCU 差不多它就是最近呢剛上市所以呢如果你是剛看售價 CP 值的人呢，它呢這個部分呢它可以從6分加到12分所以呢总分來到了25分然後第4台呢 Fido 就是因為它在女性市場呢，它呢擁有女性市場中最特殊的 158cc 的動力呢，所以說呢如果呢三陽呢它想把這個市場呢全包的話，沒有它在售價上面的促銷呢就非常有用力所以說呢前陣子呢年底的時候才剛推出直扣6000塊還有直扣8000塊的優惠呢，所以它在售價上面呢就可以非常的反映出它的彈性所以呢它的售價上面的加权呢就由11分变成22分總分老掉了40分首次突破40分所以說呢這個部分呢我們就可以看到了排名有了很大的變化最多分數的還是 ZSL 的47分接下來是 MBCU 的32分DRGBT 的25分Fido 呢還到40分所以呢這個部分呢也可以讓我們看出說如果呢你在售價的部分呢，你小資族呢你想要買一台呢最有 CP 值的車呢，其實呢買 Fido 呢跟買 ZSL 呢都算是呢蠻優惠蠻 CP 值蠻高的另外那2台呢戰神跟戰將它的 CP 值呢就不那麼高因為呢買來之後沒有大家都會改買來之後呢大家都會強化它的動力呢，所以說呢你要再出售的話沒有相對的話你就會比較賠比較多以上呢我們從這4個面向從小資族呢跟外貿協會呢跟北漂族呢還有原先的計分方式呢，然後我們來從158系列三陽的158族群裡面挑出一台最喜歡的車158大亂鬥鬥出來的結果到底是你要的成績還是表面上的成績還是計算上面的成績車並不會因為你不買它就停止生產停止開發了，車也不會因為你買了它就會順着你的意繼續開發你要的車型車是順着市場的潮流，順着少子化，順着車廠的獲利進行改造獲利高的車廠有賺錢的車廠才會給你更多的花樣更多的希望沒有賺錢的車廠它就繼續A 車接 B 車A 車燈接 B 車身B 車身接 A 車尾繼續拼裝車所以說呢你喜歡日式的你喜歡台式的你喜歡拼裝式的最重要的是你要感覺到這台車是你家的事以上呢就是我的分析謝謝。